你知道有一个简单的锻炼可以改善你的走路姿势吗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锻炼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向你展示这个锻炼是什么，以及它为什么如此有用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大家好，我叫威尔·哈洛，50岁以上的 HT 物理治疗师，工作在法纳姆。今天我将揭示一个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轻松使用的很棒的锻炼方法，来改善他们的走路。在我们深入视频内容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，请给视频点赞并订阅频道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了解我们新视频的发布。我们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人们改善走路和行动能力。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有用，请考虑把这个频道分享给朋友或家人，因为这将帮助其他人，也会帮助频道成长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增长都来自于人们的分享。所以非常感谢你考虑这一点。既然这些都说完了，我们来谈谈人们走路时遇到的问题。我将向你展示这个可以帮助的锻炼。人们在走路时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，他们开始感到非常疲惫，走路时会感到疼痛。在他们的下肢，这通常表明他们的行走效率不高。我们还发现，有人来到诊所说他们在绊倒或跌倒。他们觉得站立不稳，因为下肢可能有些不正常，可能是力量不足，或者平衡不好所致。但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。此外，另一个共同点是，他们中许多人也都经历了膝盖或脚踝的疼痛。这些疼痛通常并不严重到让他们无法走路，他们只是觉得有点不适，但足以让人烦恼，足以让他们说：“啊，我今天膝盖有点疼，走完路后需要揉一揉。”对于许多有这些问题的人，有一个锻炼可以帮助他们。这个锻炼的前提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通常因为缺乏活动而减少锻炼，活动减少后，我们的下肢某些重要肌肉会变得虚弱。许多在线锻炼程序主要针对臀部、股四头肌和小腿，但腿部有一个肌肉群几乎总是被忽视，那就是踝关节的背屈肌群。踝关节背屈肌是位于小腿前面的肌肉。我现在给你们详细展示这些肌肉的位置。这里是我的小腿，所讨论的肌肉位于小腿前面，这里叫做胫前肌，负责踝关节的动作。如果你在小腿前面外侧按压，会感觉到一些软组织，那就是称为胫前肌的肌肉，它的主要作用是抬起脚趾。就像这样，所以它的作用是在走路时抬起脚趾，因此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肌肉，因为每次我们迈出一步，为了让我们的脚顺利离开地面，胫前肌必须抬起你的脚趾，以免绊到地面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这块肌肉主要负责防止人们绊倒，因为如果它工作不良，你的脚趾就无法从地面有效抬起，从而可能导致脚趾被绊倒。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有虚弱的情况，这很常见，会导致绊倒。另外，如果它虚弱，还会导致腿部疲劳，因为其他肌肉需要额外补偿来抬起你的臀部，以防你的脚被地面绊倒。所以如果你的脚趾没有抬起，其他部位需要将你的脚抬离地面，通常是你的臀部。所以如果你走路时感到臀部前部疼痛，有时虚弱的胫骨可能是你有这个问题的原因。它还可能导致不稳定，所以如果你感到不太稳定，有时胫骨也是罪魁祸首。走路时下肢的疲劳感，如果你的胫骨不强壮，你的走路效率就会很低。所以这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锻炼可以改善走路，是一个增强胫骨的锻炼。我现在要给你展示这个锻炼，你可以在家尝试，只要确保安全和适合自己，希望能改善你的走路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锻炼。现在我将向你详细展示这个非常好的锻炼，旨在增强小腿前部的胫骨肌肉。所以为了澄清，我们要强化的肌肉是这些，它们位于小腿前面，负责这个动作就是抬起脚趾。所以当我们走路时，需要它们来抬起脚趾，这样你就不会绊倒自己的脚，
他们在我们走路时会做这个动作。这个练习非常简单，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做，但在尝试之前，请确保先咨询你的医疗专业人士，因为并不适合所有人。但如果你能做到的话，你只需要一面墙，所要做的就是靠在墙上，确保臀部和肩膀都要紧贴着墙面，只是靠着墙而已。所以我大约有12英寸的距离在我的脚后跟和墙之间，我稍微向后倾斜，膝盖大约弯曲10到20度，做得稍微低一点，更加舒适。因此，我可以在这里很舒服地站很长时间，因为我的肌肉并没有过度用力。一旦你进入这个特定的位置，你要做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 tip 抬升的练习。tip 抬升涉及到下肢的这些肌肉，非常简单。如果你看我的脚踝，你要做的就是抬起脚趾，抬起，离开地面，保持几秒钟，然后慢慢放回去。好的，这就是一次 tip 抬升的重复。再抬起，这是重复动作2。在这个级别，练习相当简单，所以我建议你从这里开始。你要逐渐增加到大约15次一组，实际上你想做到超过10次，以便获得一些有效的锻炼。我们希望在小腿前部感到明显疲劳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会很简单，所以为了增加难度，你基本上是离墙再远一点。离墙越远，你的脚踝的活动范围就会越来越大，这意味着脚尖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我能感觉到脚尖的用力更多，你需要真正集中注意力在顶部的收缩上，因此要用小腿前部的脚尖用力。如果我想让这个动作更难，我可以做一个叫做脚尖平板的动作。在这个动作中，我把臀部离开墙壁，现在只用肩膀支撑。我身体保持相对直立，所以动作是一样的。是我的脚踝在抬起，但现在我的膝盖是直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必须非常集中才能在顶部获得收缩。只有在你真正专注于那个收缩时，这个动作才有效。如果你只是做到一半然后放下，那就没什么效果了。必须做到全范围的运动。首先，双脚距离12英寸。如果你能轻松完成3组20次，就把脚再放远一点，重复这个动作，你会发现难度增加。如果觉得很简单，就尝试肩头平板支撑，这样抬起，因为这样会稍微增加难度。对于大多数人，我建议每天做3组这个练习，可以分散一天做，或一次性完成，中间休息1分钟。这将增强你的胫骨力量，从而改善你的行走能力。这就是 tip 抬升练习，是我最喜欢的有效改善行走能力的练习之一。我希望你在家尝试这些方法后，能在几周内明显注意到改善，摔倒的次数减少，感觉更稳定，腿部疲劳感也会有所减轻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。非常感谢你观看这个视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在下面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购买我的书，书名是《超越50岁》，里面有很多类似的技巧和策略，你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在亚马逊上找到的。总之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交流。